日本核污水排海至今第一个受害的国家出现了。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核污水排海之后啊，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这受害的国家呢已经出现了。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都知道核污水呢，其实说实话，影响的是整个全球。大家知道吗？核污水的话，其实排放之后啊，会间接影响到微生物，影响到人们餐桌。说实话，过去这么久了，很多都淡忘了啊。日本当初不顾全球人类的反对，执意要把那个核污水啊排放到大海里面。后来呢，还有人跟他说啊，说什么，他们的水啊都是经过处理过的，是无污染的、无污害的，没有什么影响的。那为什么日本人呢自己都不吃自己当地的什么海鲜之类的呢？你看啊，像那种核电站啊，比如说在海上面呢，比如说排的话，其实他们早早的偷偷的开始排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还光明正大的告诉我们他们要排。你说这种狼子野心啊，真的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江边呢，可以看到啊，其实水呢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并没有像之前所说的什么水会变深色啊，或者什么样大量的死鱼出现呢。如今呢也过去这么久了，并没有出现，是不是？当然呢，这个海水也不会倒灌到长江里面，因为在我们的海边呢有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所以海水是不会倒灌到这里面来的，只会长江啊从小河小溪流到长江，长江再汇入大海嘛。那现在哪个国家受害的国家出现了呢？首先第一个国家那就是日本自己，因为啊他们的排放核污水之后，福岛的食品啊，比如说像什么东西啊都不受待见的，他们自己人都不吃，更何况去出口呢？是不是？第二个国家那就是韩国 Korea，韩国呢就是说当初啊还在学校里面拉横幅啊，说那个核污水啊是没有问题的，还说咱们大中国啊核污水是日本的一个什么50倍。但咱们自己经过处理了呀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排放到大海啊。他像这样子公然诬陷我们的话，说实话，到如今这种报应真的是应该的呀。因为他们当地啊也是靠海产品啊，比如说在船上面呢停了像这样的船啊，然后在这边呢圈几个地，圈几个海洋，在里面，比如说养海带呀、养虾呀、养石斑鱼啊，他们当地石斑鱼啊也是当时死了好多石斑鱼，价格也是一落千丈。然后他们也是靠海盐呐为生。然后那个盐呢，就是价格暴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打脸来的如此之快，他们是第一个受害的国家。第二个就是日本，日本自己的东西啊也没有什么人吃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，虽然阻止不了日本排放核污水，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从海鲜产品啊挑选好，比如说从哪里来的之类的把好关就可以了。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早就切断了那个日本的海鲜来源，就怕日本呢，比如说把这个海鲜呢和别的国家搞什么利益纠纷，把东西进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再从别的地方呢再进口到我们国内来，就怕这种情况出现。当然我们有办法制止啊，有办法去阻断的，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。你看核污水排放之后啊，其实有些地方的草啊、树啊都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绿了，然后打鱼的人呢也会渐渐有影响，影响他们的生计啊。我也希望日本能够早日放下排放核污水的一个执着的想法，还大自然一片清净啊！对此你们怎么看？两个受害的国家出现了，心里面怎么想的？